声音要调多少？可以了吗？可以了，可以了。等我可以去发推特，现在 OK，直播已经开始了。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也欢迎收听土拨鼠札记的频道。喂，你怎么又没声音了？大家看到我们了吗？有声音吗？推特发送，然后链接到 Discord 里。好，我们正式开始。终于等到你了。这个不行，你那边声音又没有了。对，没有声音，听不到。火箭哥眼袋好转了，你看这个，他们还在向你问好。对，你现在还是没有声音。去火星啊，这个都是很棒的祝福了。睡眠好了，眼袋自然就好了。哎，这个真的很棒。你那边还是没有声音，其他人能听到他的声音吗？还是只有我听不到？没声音。对，我看大家都在写没声音。来了啊，飞得这么突然，坐等。这个你人在现场，我在帝都，他在新加坡，应该早准备好在此，在等批准啊。现在批了，是的，刚才这个土拨鼠已经把他这个批文发给我了，我看看能不能这个给大家瞅一眼。这个你的声音没有，等一下啊，这样。打开方式 ，Chrome，对了，声音你别着急，慢慢折腾啊，慢慢折腾。然后，对，突然就收到批文了，这是刚刚他发给我的，所以就可以飞了。是也是，我看看啊，是10月12号，2024年批的，啊，哎，你说像他们这种玩意儿，签个字就完了，也不那个什么，也不盖个红戳啥的。先不说这个，你们玩过那个小游戏吗？这都是啥小游戏？困难我一次都没成功过，这都什么玩意儿？大家点点赞，是的，点点赞。两位老师晚上好，晚上好，有声音啊？这个哎，有人说有声音了，左有声右没声，点赞。晚上主要是啥任务？今天是星舰5飞。当然，如果这个土拨鼠那边声音搞不定的话，我就开始装药盒了。这几天连着2件大事 ，V Robot 跟 Starship 5飞，好兴奋！哎，但是 V Robot 真的是把特斯拉的股价给锤爆了，不能叫眼袋哥，人家是没睡好，这不能乱叫啊。火箭好转了，没声音，对，也听不见，正常啊。这看来是我能够正常，这次真的要用筷子抓啊！这次看来要看这个部分，这个
土哥那边没声音，对，是这样的。SpaceX 是第一个靠实力硬刚 FAA 的公司嘛？不要你觉得，而是要我觉得这个事儿，我觉得没什么意义啊。为什么呢？因为怎么说呢？人家是审批单位，你再怎么着还是要在人家的审批下才能做。听到了啊，这个也看到了，12号批，13号飞，这效率，你想人家12号比咱还晚半天嘞，这个。还有人问啥游戏有声音？这我的声音有啊，这个土拨鼠的声音一直没有。这个咱们先别着急啊。这个土拨鼠，你这样，你那个到底下这个设置这儿 setting 完了以后呢，你看一下你的 audio 上面选的是什么。就是你现在先不要这个开始动，你现在到 audio 上，麦克风那块选的是什么？然后呢？在你说话的时候，麦克风后边那一串的那个小的那个圆点会不会变绿？你先去检测这件事情。对，你现在就在这儿 setting 完了以后，又跑了。对，土拨鼠还是没有声音的，我们也再稍微等它一下。稍微等一下啊，乡亲们，一季一度的航天春晚，若来了，这个字念若，声音啊，你别说，有了，有声音了吗？有了，终于有声音了。现在有声音吗？有， OK， 我能听到。OK，看 SpaceX 平台的消息啊，Space 平台上有个小游戏没研究啊，点赞，对，大家一定记着点赞。这个6飞也批了，哎，它是连5飞带6飞一起都批了？就那一个批文，如果它不改变这个设置的状态的话，就可以直接就批了，就相当于6飞就不用再那什么了，不用重新批了，太好了。对，是这次，实际上我看到他那块儿也在说，人家 SpaceX 最后给的答复说，我们那个发射场喷水喷的都是饮用水，你们还说我污染环境，是，对，所以主要我估计还是没拜码头，马斯克应该是没拜码头。哎，我刚才好多这种人他就不拜码头，就是你爱批不批那种。是啊，所以这个在美国可能行，是吧？嗯，请问范老师，背景图片是怎么设置的？抠图啊，抠图就可以，就是你塞一张图上去，然后把自己的人抠出来就行了。他那边直播开始了吗？能听。SpaceX 的直播开始了吗？ SpaceX 的直播现在要到7点45分那儿，它才开始转播，所以它的发射时间估计要推迟到8点15分吧，有可能。没问题。我看一下。哦，我们把这个现在我看现在显示，我看现在显示离发射还有49分钟，咱们可以先把 PPT 拎出来，然后一起来聊一聊。行，等会儿我看看啊，一直都在直播他那边，什么意思？我一直以为背景是人工智能生成的，背景是人工智能生成的 ，Midjourney 画的，然后呢，抠也是人工智能抠的，对，所以你看到的是人工智能背景。土拨老师晚上好啊，我现在正在快手转播你的直播，这个你建议不要这么干，因为我们未必会说到什么事儿，别给大家找麻烦。
咱们就老老实实在 YouTube 上看就完了。因为我在墙外，有时候说话有可能稍不注意，对吧？是，所以不要到快手再去转播了啊。就是我们所有内容就是在 YouTube 上看，延后，双回音，有回音吗？还好吧。看样子六飞今年还有机会发射，六飞还有机会吗？它现在这只有 X 平台开是这个意思，是 SpaceX 公司，它只在这个 X 平台上，然后其他的那些转播就 YouTube 上就有很多很多了。是，是，这个应该是如此的。我发现我有一位粉丝没有领到小扳手，我去你发一下。有发单是对吧？发小扳手，对，我最喜欢干这个事儿了。发现有这个观众这个会员上来以后，没有领到小扳手，就赶快去发一个。嗯，现在那添加边显管理员示还有47分钟，这个47分钟，OK。对发射。行，好，我们这就是来看一风量。看这个。对，行，那往下来，吧。我估计我这会儿的大部分观众可能基本上都对星舰已经很熟悉了，可能老范你是，的好多观众可能对星舰还不是特别熟悉。是星是是，舰呢，实际上是继这个土星5号，也就是美国当时在60、70年代载人登月土星5号之后，那么研制的起飞重量最大、长度、宽度、外形尺寸也是最大的一款这个重型嗯运载火箭。它其实是一个两级火箭。它现在也有多大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总长度，就是我们叫组合体，它两级火箭嘛，一级和二级，嗯整个组合体长度达到了121米，比一个足球场都要长。然后呢，它这嗯个直径呢达到了9米。现嗯在的这个星舰呢，说不上什么版本，非说算版本的话，就算1.0版，它的起飞重量大概是5000吨。这大概是嗯80年代的时候一艘驱逐舰，现在的一艘护卫舰的水平。反正新加坡大嗯，概还没有5000吨以上的军舰呢，就是作战舰艇啊，不算运输舰。不，中国不经常就是喊这个万吨大驱吗？对啊，万吨大驱。但是中国在055啊，八十那个号是。年代的主力驱逐舰叫做李大级驱逐舰，只有3800吨。中国80年代、嗯，90年代，所以这5000吨是，的话，你想想有多大？然后近地嗯轨道运载能力，我这个100到150吨呢，等于是抄的它的这个网站上给的这个宣传册。现在我嗯听到的消息是，目前的这个星舰是严重超重，所以它应该没有太大的运载能力。嗯但是未来星舰会发展，比方说1.0版、2.0版，那么3.0版。1.0版的运载能力大概是在100吨左右，那么到2.0版的时候，大概能达到150吨到200吨。到嗯3.0的时候，按照马斯克的说法，大概就可以达到250吨，大概是这样一水平。这就是星舰组嗯合体。然后咱们往下看，星舰组合体主要包括哪些部分？那从星舰组合体就刚才那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啊，它是两级火箭，我也说了。那位于下方的这个直径9米、长度71米的这一个大圆筒的，这就是一级。在它的嗯顶端呢，有一个一级和二级的过渡段，我们叫它嗯 hot stage 热分离级间段。这次发射的时候，我估计也会给出这个热分离级间段这个抛热分离级间段的画面，到时候咱们也可以好好嗯看看。这就是一个过渡段。然后本身一级我刚才说了，长71米，直径9米，它的推进剂加注量就达到了3400吨，就有3400吨液氧和液态甲烷。嗯底下呢是在这个助推器的底部装了33台猛禽发动机，它的安装方式呢是按照就是内圈是3台，然后中圈是10台，外圈是20台，这样的一个方式3圈来安装的。待会儿咱们从下面的图上也能看出来，这就嗯是超级重型助推器。而且今天最重要的一个看点呢，就是这个超级重型助推器在把和这个2级星舰飞船分离之后，超重要飞回到原来的这个发射点附近，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就会用这个发射塔上的这个筷子 chopstick 对它进行回收。
这也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在关注点，就是说我们第一看是不是用筷子来回收这个超重，第二点就是说如果用筷子回收的话，那它是不是能够取得成功，这就是这一块，就是超重这一块。然后在超重的上方呢，就是星舰飞船。那这个飞船的话呢，它实际上我们看和以前的火箭就不一样。以前的火箭的话，一般1级、2级上面是一个整流罩，然后整流罩里面是载荷。但是马斯克 SpaceX 它的设计里面等于就是把这个整流罩和它这2级火箭合成一体了。然后让这个我们知道猎鹰9号火箭的这个整流罩是可以复用的，但是它的2级火箭是不能复用的。而星舰的这个设计使得它的相当于2级火箭和它的整流罩都可以复用，这就在原来猎鹰9号火箭只有1级和整流罩能够复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整个这个火箭的复用效率，因此呢就可以大大的降低火箭发射的成本。那星舰飞船它的长度达到了50米，直径呢9米，它的推进剂的加重量呢可以达到1200吨。在它的底部呢安装了3台海平面版的猛禽发动机和3台真空版的猛禽发动机，那它的推力总共能够达到1500吨，这也在咱们下面的图上就能看出来。咱们来看下一张图。那下一张图的话，我们看到左面这就是2个长条，这就是星舰的一个是外观图，一个是内部的这个剖视图，内部结构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到位于下方的这个超重型助推器的这个下部，它是蓝色的，就是主要大的部分啊是蓝色的，这个实际上就是液氧注箱。然后呢，在这个蓝色的上方，这个红色的写着 CH4，这就是液态甲烷注箱。而且星舰它的设计就是非常先进，就在它采用的是一种叫共底设计。我们可以看到液氧注箱的顶部就构成了这个液态甲烷注箱的底部，这在火箭设计上叫做注箱设计上叫做共底设计。那这个设计也是非常先进，实际上中国很多火箭的话，它还是单独有自己的底，这样就多了一部分死重。这就是这个超重的这个主视图这一块。然后在这个右下方，我们能看到就是这33台发动机，内圈的3台是绿色的，然后中圈的10台也是绿色的。这13台发动机的喷管都是可以摆动的，而且是海平面版的，所以它的那个口径没有那么大，是在这个大气层内使用的。然后外圈的那20台红色的这个小发动机呢，也是海平面版，但是呢，它是没有这个不具备摆动的功能，而且它不具备再次点火的功能。也就是说，它离开发射台以后，一旦关机就不能再点火了。而内圈的那13台发动机可以再次点火，因为在这个星舰的超重和飞船分离之后，超重返回过程中还会有几次点火，而且即使是星舰的超重和飞船分离的时候，也不是33台发动机都关，位于最中心的那3台发动机是一直不关机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没有在分离的时候的那个中心的3台发动机是不关机的。那说完了超重，我们再来看上方的这个飞船。飞船的话呢，那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类似一个导弹的弹头这样的一个形状啊。然后它还有了一些舵面，控制舵面4个舵面。然后我们看到它里面的这个燃料注箱也是下面是液氧，上面是甲烷。从它刚才我说了这个星舰超重的这个底部的视图，这33台发动机上面呢，这个视图实际上就是飞船底部的视图。我们可以看到中心的这3个绿色的是3台海平面版的猛禽发动机，那它也是可以摆动的，喷管是可以摆动的，但是它是海平面版的，所以它的那个喷管口径比较小。然后那3个蓝色的圈呢是3台真空版的这个猛禽发动机。当星舰飞船飞出大气层之后，那么如果要是想继续让这个发动机进行工作的时候，就不能再打开海平面版的。那个不叫不能再打开，就是说不能够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开启海平面版的话，那就比较浪费推进剂，因为它对燃料的这个扩张没有扩张够，而是主要是来利用这3个真空版的。因为它的喷管口径大，它可以
使这个燃料燃烧之后排出的时候得到更大的扩张，从而更节省燃料。但是这种真空版的发动机在这种大气层内，特别是在比较稠密的大气层内，因为它的扩张系数太大，所以的话它不但形成不了推力，而且反会形成一个负推力，反的。所以它必须得在一定的高度情况下才能够使用这种真空版发动机。这就是等于星舰飞船和超重的在组成上的大致的这么一个概念。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然后说到发动机的话呢，大家可能前一段时间也在这个网上也都已经看到，就是 SpaceX 推出了这个第3代猛禽发动机，也就是我们屏幕上简洁的那个发动机的这个最简洁的这个全黑色写着一个1的这个最简洁的，然后相应的重量呢有了大幅的减轻，推力也有了大幅的提升。但是我们这次的星舰啊，它使用的是这个 B12 助推器和 S30这个飞船，使用的还是我现在红色方框里这个第2代猛禽，还没用到第3代猛禽呢。那这就是跟大家大概说一下。咱们再往下看。然后现在这张图显示的等于就是3代的星舰吧。我们现在星舰的这个整个星舰组合体，相当于是位于最左侧的这个星舰，就是 1.0 版的。未来呢可能会是 2.0 版，然后呢这个包括这个 3.0 版。我们看到在未来的星舰，它可能总体的直径是不会再增加了，但是长度会有所增加。另外它的这个发动机的布置的紧密度有可能也会增加，因此有可能会安装更多的猛禽发动机。行。刚才说的就是说这是几代星舰，实际上未来在星舰真正投入使用之后呢，那么星舰的这个飞船这一部分，或者叫上面级这一部分，实际上根据不同的这个用途的话呢，也会有不同的这个构造。我们看到这个列出来的这几种，已经能够大家知道的列出来这几种，就包括了最左边这个 crew， 就是载人飞船，载人的星舰，然后 tanker 就是星舰游船，可以在轨的时候为其他的星舰补充推进剂。比如我们飞到月球或者飞到火星的时候，实际上星舰飞船从地面发射到近地轨道之后，它的推进剂，飞船上的推进剂基本上就用完了。所以这时候要由这个 tanker 来对星舰进行载人星舰或者货运星舰进行推进剂补充。补充完了之后，装满了推进剂的飞船再从近地轨道飞向月球或者是飞向火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等于星舰在设计的时候有像专门的有一个 tanker， 有点像空中加油机，就是这么理解的。然后还有这 cargo 就是货运飞船了。那么主要的是比方说像空间站补给物资，还有一个呢就是发射星链卫星啊这类的，提供这些商业发射服务。然后这个 Lunar 指的是为了星舰的这个阿特米斯计划，不是从阿特米斯3、阿特米斯4这2个计划都是载人登月吗？那么阿特米斯3、阿特米斯4任务的载人登月的月球着陆器是和 SpaceX 签的，这就是在星舰飞船的基础上开发的这个月球着陆器。然后这个 Deep Space 就是未来飞向深空的，比如殖民火星的这个星舰飞船，大概是这样从飞船上的一个分类。然后它这个 tanker 应该也就是一个大的货运飞船吧，应该也没法在空中去做什么事儿吧？它主要就是停留在轨道上，为其他的航天器进行这个推进剂补充。我知道，大概就是个大煤气罐。对，大煤气罐，差不多，大油罐子给发到天上去。大油罐，对，液氧也算油吧。对，是。然后刚才介绍了，就是说星舰未来的一些，包括它的会发展成几代，然后它的一些未来的一些应用。那我们就再看一下以前说的，今天说的是星舰的第5次发射，那它前面进行的4次发射都大概是个什么情况，在什么时间是个什么情况呢？星舰的首飞实际上是在2023年的4月18号。这次首飞的话，星舰呢离开了发射台之后，又出现了很多问题。首先离开发射台大概就有4到5台发动机没有工作，就是按着没点火成功就飞上去了。然后飞到2分多钟的时候，这个1级和2级就飞船和这个超级重型助推器也没有能够分离。
结果是，那个最后呢，大概在4分多钟的时候，就在地面控制的情况下自毁了。但呢，这次最少是按马斯克的说法是最少没把发射台给炸了，不过对发射嗯，台的损坏也非常大。然后对，这个应该SpaceX 那一次还对发射咱们也台进行了是做了直播，对，SpaceX 还我对发射印象还台进行了大幅的改进，所以这后是，我来慢慢印象还就好了。蛮深刻的。当对，时应该是冷分离，最后没拆开，然后从那对。往后就改成热分离了。对，星舰的首飞的时候还是1级，就超级重型助推器和飞船还是冷分离。那现在从二飞开始就都是热分离了，是这么一嗯，个情况。这就是星舰首飞，星舰的二飞是在去年的11月20号。那这次二飞呢，就是说第一，发射台的改进措施落实了之后，发射台还是不错的，发射场还是不错的。嗯，第二个就是成功的实现了1级、2级分离，但分离之后的这个超重，在它本来按照计划，它要做一个空中翻转，然后落到墨西哥湾里，但是再次这个翻转就需要星舰上原来已经关机的中圈10台发动机，和内圈的3台发动机再次点火。当然，这次二飞的时候，因为是热分离，所以内圈3台发动机一直是处于开机状态，实际上就是嗯，中圈10台发动机要再次点火。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具体什么原因咱们可以慢慢讨论，比较复杂。然后呢，那中圈就没有全都点火成功，所以最终失去姿态不稳。这个在星舰的超重和飞船分离后不久，那么超重就在受控的情况下自毁了。飞船呢，大概也是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姿态一直不太稳，大概在8分钟左右就自毁了。这就是去年11月份的星舰的二飞。星嗯，舰的三飞呢，是在今年的这个3月14号，也叫派 Day，实际上是 SpaceX 公司成立的那天，等于2002年 SpaceX 公司就是在这个3月14号成立的。那它进行了这个第三次飞行。第三次飞行相对来讲呢，它的SpaceX 又对星舰进行了一些改进。那超重在和飞船分离之后再次点火成功，空中翻转也成功。但是在最后，在原计划是要落到墨西哥湾的海面上，但是嗯，落到海面上之前要进行一次制动点火。这次制动点火呢没有成功，等于直就砸到海里了。这就是三飞的超重。那三飞的飞船呢，也是飞上去之后姿态控制的一直不是很好。那最后也是还是大概在8、9分钟的时候吧，最后是在这个空中相当于是就是爆炸了，大概是这样。这是星舰的三飞。星舰四飞呢是在今年的6月6号进行的，这是到目前为止大概进行的最为成功的一次。那么星舰嗯，的这个四飞的时候，超重在成功分离，然后空中翻转，然后成功的落到夏威夷的不落到这个墨西哥湾的海面上之后，而且成功的进行了这个着到海面上之前的蓝丁泵制动点火。所以正是因为这次成功，所以马斯克在星舰即将来到的星舰五飞才准备进行用筷子回收这个实验，等于再往前走一步。这就是超重这一块。那四飞的飞船呢，它也就是说整个姿态控制很好，在入大气层的时候出现了它这个防热瓦有脱落，然后防热瓦的性能可能不足的一些这个防热的问题。然后我们在五飞的时候看有什么改进，这也是今天五飞我们要看的嗯，第二个关注点，最重要的关注点就是看飞船的热防护。最后呢，五飞的飞船在落到这个澳大利亚西北部的这个太平洋上之前，它的这个制动点火或者叫这个landing burn，那还是进行了的。那么我们这次呢，原来说五飞的这个飞船会不会落到陆地上？那这次看来它是不会的，因为我看它的那个飞行剖面还是给的是 splash down，就是说降落，还是应该是降落在太平洋。大概这就是星舰的这前几飞的一个大致的过程。那好，我们往下。对，这是刚才最近说了这个干的一个事儿，把这玩意儿捞起来了。对，星舰四飞的时候，这个超重的在这个成功的进行了落到海面上之前，成功的进行了蓝丁泵。那这个左面这张图显示的就是最后落到海面之前，沉到海水里以下之前的这个蓝丁泵。
这情况，这是6月6号。然后大概在9月24号左右吧，SpaceX 公司又把这个蓝丁笨的这个超重给打捞了一下。现在我们看到右面这个画面，就是打捞上面来的这个蓝丁笨的这个超重的等于尾部。我们一般把这一部分叫做传力结构，就是这一块，这一个最安装发动机的那一个结构框架结构，等于给它打捞上来了。但是具体要用它来干什么？现在呢，还没有 SpaceX 公司还没有明确的说，所以我们也不好做过多的猜测，但肯定是非常有用的，这个是确定无疑的，是这样。这个现在它捞出来这部分包括发动机吗？包括，你看着带着这些喷管的这部分就是包括了。它为什么只有最外边一圈了，里边的呢？啊？只有最外边一圈。不是啊，喷管就是连着发动机的呀，你喷管都在，我知道，发动机肯咱们定在。那个发上去的时候是3圈发动机呢，怎么现在只有最外边一圈？啊，它有一些肯定丢失了，丢失了，是有一些丢失了，对。啊，因为我看最近网上在讲说这个是怕别人去捞，怕泄密，然后也有解释说可能想修吧修吧再重新用起来，但我觉得这玩意儿修一修重新用难度有点大。当然，可能重新用最大的可可能性，能性不大。可能还是说要把它捞起来，然后回收一些数据，我觉得可能性会大一些。对，数据的意义应该是远高于其他的那些东西。我觉得是，就，可能有些人的还是这个穷日子过惯了，他认识不是，到数据的要比这些实体要值钱多了。是是是，我估计里头可能有一些数据，这是第5飞的剖对。面图了。对，这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剖面图。先看左边这块儿，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就左边这部分可以看到，试飞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星舰超重和这个星舰飞船分离之后，那么超重的这一部分是要落到海面上的。那这次5飞的这个飞行剖面图，明显看到这个超重最后要飞回到发射点附近。实际上也是在表示它有可能要用筷子回收，只不过最后是不是执行用筷子回收这个动作，是要看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它最少是要飞到这个博卡奇卡这个发射点附近，这是肯定的，这已经是确定无疑的。然后右面这一块呢，我们还能够看到，就是最后的这部分 splash down。所以的话，这也就说明它不会再落到，不是像有些人猜测的要落到陆地上，它还是一个降落的过程，应该还是在落到海里的。对，这就是这个图。然后现在看到的呢，就是这个整个的我们叫飞行时序，就包括起飞啊，什么时候这个超重和这个飞船分离，然后包括这个超重大概什么时候返回，这些大家都可以从这儿看到。然后这里面我就是提醒几个，就是注意，一个就是超重最后的这个landing burn，大概在8分多钟的时候，这个 landing burn。还有一个呢，就是星舰的大概在48分钟开始的载入大气层之后，一直到1小时04分钟左右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星舰飞船的 landing burn， 等于这几个过程呢，就是咱们大概要重点关注的过程。它整个要飞1个多小时这次。对，好，继续。整个要飞1个多小时。所以就是这么多看点。好，我看。对，那边这个开始了吗？里面的话呢，第一，没有，还没有。哦，还没有，8:03了，这边还没开始，我看看啊，怎么回情况？我看 Twitter 上就 X 上是有的，现在呢上头还有21 X 上已分经有了。12秒。已经有了，已经，X 有了，上是有的。说的太那什么了。我把对对，画面切过来吧，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吗？可以。或者再晚一点，还有21分钟。还21分钟，稍现在那边也是在放宣传片。
对，那咱们还是先继续介绍。我这儿也看到了，对，它是在放宣传片。行，那个五大看点，第一个是说超重发动机的工作情况，是因为试飞的时候，那么超重又出现了有一台发动机在起飞的瞬间的时候点火是好的，后来呢就这个有一段时间就是后来一直到分离的时候都没有进行工作。所以的话，我们现在还是要关注一下发动机的这33台发动机的工作情况。第二个就是星舰和超重的这个热分离，这个因为每次都是比较关注的点吧，而且画面也比较好看，我们可以看看。第三个就是抛掉这个热分离级间段，待会儿咱们也可以看一下。然后就是这个蓝丁泵和筷子回收了。飞船这一块的话，主要就是载入大气层以后突破热胀和这个蓝丁泵，这就是这样。行，我们往下了，我加减掉。对，现在这个画面就是星舰试飞的时候有一台发动机没有工作的这个情况，就已经给标出来了。然后这就是热分离的时候，这大概是在2分多钟，我看啊，2分多钟的时候。2分48秒左右，对。然后抛这个热分离环的话，大概是在3分钟，3分多是钟。4分13吧？4分13，不是4分13。我看这个图上写的是 T 加4分13。这次应该是在3分43秒。这次就时间更短一些。对，它的中间这部分等于就扔掉了，然后往下，就顶部那一段，然后最后就是看筷子回收。对，筷子回收这个有动画，待会儿咱们可以看看。好，再往后，最后还是筷子回收。对，是。这个呢，就是飞船的时候，这个被烧蚀烧的比较厉害的这个情况，所以说我们这次要关注飞船的热防护。那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实际上是，飞船位于上方，星舰飞船位于上方的那个舵面被表层被烧毁的情况。是。好，你先看一下直播到哪儿，然后我来把这个评论再点一点。现在还有18分钟。还有18分钟哈。对。我看一下上面还在说什么啊？前2天收到特斯拉通知，我可以提货皮卡了啊，这个很棒。不过事先已经决定购买了，这皮卡越看越不耐看，这个好吧。我想这代表了很多股民的看法，这个特斯拉股票不跌也难。哎呀，特斯拉股票这次这个 V-Robots 完了以后是直接崩踩。直播了，是的。咱们这样子说大概10分钟，然后到剩7分钟的时候就切到现场画面。没问题，没问题。就是你提醒我啊，这个 OK。几点开始？现在还有个十几分钟。17分15秒。17分15秒，对。然后啊，这一次是加重型助推器，是这样的。为啥星舰试飞很少遇到窗口期的问题？星舰试飞没有窗口期。因为你又不涉及到和其他航天器的对接啊什么的，所以相当于你只是做一个这个发射，那只要天气合适，然后你的那些包括这个观测船啊、观测地面站啊什么的，这些都可以观测到，就可以进行发射，所以它的窗口相对要宽泛。但是你要是发射像去和国际空间站对接的呀，或者是去发射外星探测飞船啊，那你要涉及到和空间站的运动位置，还有外星其他的这些行星啊，外星的这些运动位置有关，那它的要求就比较严格了，是这个意思。是，而且像他们这种就是星舰，其实跟天气还是有窗口的。那天气不好，他们也会这个挪来挪去的。主要就是天气了。对。几点飞？还有个10来分钟。还有16分钟。Cybertruck 还是挺喜欢的，有人喜欢这个。
平均40层楼那么高，120米，对，应该3米比40一层嘛。层楼差不多。不知道擎天柱机器人有没有可能替代星舰基地的施工人员？这个现在应该距离还比较远。擎天柱现在就是还没有敢让他去越野跑啊，只能是在比较平坦的地面上、比较好的地面上，然后蹒跚前行，只能干到这件事。你真的在这个航天器旁边蹿高爬低的这个事儿，现在对他要求太高了。Everyday Astronaut 频道有发射镜头。Everyday Astronaut， 这是个频道。是，架不我们这住会不儿也有会毁了现场他的台？画面，只不过现在现场画面没什么，所以先跟大家聊天儿，待会儿就把聊会儿。现场画面给你切对，进来了。如果架不住会怎么样？说句实话，我觉得不太存在夹不住的这个问题，因为强度、这些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而且应该试 SpaceX 刚过。刚也做过这个实验，就是但说它如目前果去如果架不住，或者说它有没有可能炸在台子上？有可能，但是就是说夹不住这种情况应该是不存在的。就是说，比方说夹住我觉得滑了什么的，这些从结构设计上都可以近乎100%的避免了。就那个概率远比夹不住的概率远比炸了的要低得多得多得多。OK，好吧。这个火箭缩小的话，其厚度就和一罐可乐差不多，就按比例可能缩。还要薄，可能还要是。薄。目前的擎天柱科幻想多了，我觉得现在的就是在问擎天柱就是能不能你在一些现场施工吧。相对比较简单的环境里头，送个快递什么还是可以干的，就是给你递个箱子，搞点这也还可以啊。之后换 V3引擎，需要做哪些重新设计？现在的试飞的哪些数据可以沿用？如果要是把它更换成 V3以后，首先总体的布置、外形什么的不会再有什么太大变化。然后的话，它可能会长度增加，这个样的推力大了以后，可以有更多的载荷，可以带更多的燃料，带更多的载荷。另一方面的话，它可能要对它的像这个刚才咱们调出来那一块我说叫传力结构，就等于发动机舱的这个发动机的安装支架呀这类的，强度要重新进行核算，要不然别搞出一个跟那个天兵公司那个台架实验的时候，整个那一级火箭窜出去了似的情况，是吧？所以可能要做一些这样的估算。另外呢，由于长度增加之后呢，可能要进行一些空气动力学、气动布局上的调整。大概是这样。OK，像 V3的这种，就是看它特别简洁的这种火箭，它是不是就算是进入工业化生产了，进入这种批量生产的，就会变成这样？因为像前面那种，就是很多管啊，很多的这种零七八碎的这种零件在身边的这种，更像是这种叫做工坊的产品，或者说是这种半手工产品。是这样啊，但是你不能说是一发动机工业化了，你说整个火箭工业化了。现在只能说它那发动机工业化了，火箭上也有一大堆管路。等到火箭上的管路也简化的这么简洁的时候，你就说全都工业化了。是。好，机器人能代替一些流水线工作，但有些技术含量的工作还是得人来啊。其实人呢去干的并不是技术含量高，而是这个叫处理特殊情况。就是其实你如果是反复的做同样的事情的话，机器人那个精度和它这个抗疲劳程度要比人强得多。对，我觉得比如给这个星舰飞船贴防药瓦，就可以让机器人来干。是。对，擎天柱机器人早期的价值就像扫地机器人，用时间换功能做事虽然慢，但是能把事情做完就是成功啊！别期望短期机器人就能做到人的反应速度，这个人的反应速度现在肯定还是差得比较远，特别是波士顿动力也开始放弃这个液压以后，都改成这个电机驱动了，那个就不可能变快。第一次赶上直播啊，又在玩梗。
4杠，要比液压慢多了。是，就像你不在乎扫地1个小时还是2个小时扫完一样，是的。真干活的机器人实在没必要做成人的样子。这个他反正还是说做成人样子有做成人样子的需求呗。还有半小时啊，几点发射？这个我们再继续。还有10你是不分钟。是在对24小时做一顿饭的机器人呢？这个需要25分钟才帮你端过来一杯咖啡的机器人香吗？这个我觉得真的没必要这么去嘲笑这个机器人的速度。就是我们以前经常讲的就是99米长的枪，就是你这个枪只能打1米远，但是我要打100米之外的鸟怎么办？我就造99米长的枪，对吧？这就是工程学的处理问题的方法。你一定要25分钟才把这个咖啡送到你面前的话，那我就想办法这个提前25分钟开始做这杯咖啡，而且在这25分钟之内想办法让咖啡保温就完了。这就是工程学的问题，对吧？你不能说25分钟才把咖啡给我送来，就怎么样了，这不是什么大问题。10分钟啊，还有10分钟。人形机器人是为了适应人类工具，是的，它实际上还是要替代人啊。机器人，肯定要效率的，能辅助人啊，不然市场不会接受。这个还是要看，只要能造出来，大家会给它这个想出办法来的，或者想出应用的场景来的。为什么真空版的发动机在大气层内形成拉力啊？对，这个我也比较好奇。这个待会儿咱们再解释吧。好吧，可直播完，因为稍微麻烦一点。对，因为中间还有1个多小时，它还在天上飞的时候，对，在那咱那时候得说要个等喝了。于8分多钟以后，相当于是对，这个超重为了快的加了之后，然后8分多钟到48分钟的时候，那个时间咱们都可以解释。我们可以来闲聊这些事儿。对，对。这第3代猛禽发动机可以简化这么多，就是当时我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也是觉得异常震惊，从来没有想过火箭发动机可以变成这么简洁的一种产品。有一种说法是好多管路节省的是因为它用了3D 打印，其他的再慢慢讨论吧。再慢慢讨论吧。对。人形、非人形都有自己的应用场景，但是反正做到人形肯定要牺牲很多东西，就看最后是不是能靠成本把它做回来。星舰为什么没有逃逸系统？待会儿解释，还有1分钟就那个什么了，咱们就要切画面了。X 上有直播，好，那我们准备切画面了啊。你切还是我切？你切吧。我切呀，咱们我切也行。那你切吧。我这个，我来。我这儿慢。过去了吗？没有。哎，我这儿显示应该是已经行，我这 share 了。边好像，等会儿啊，没有吗？没有。这样，我在 YouTube 的频道上是吧？给我一个 YouTube 吧，这个我这儿 Twitter 这个刷不出来。不是在这个什么上，在 X 上，Twitter 上是你刷不出来。不，我 Twitter 上这个它没有办法变大。行了，我现在在这个上面找到了一个，哎，我看到你这儿有一个了。对呀，应该有吧？对，就是这个。好了，我们准备要发射了。6分钟。还有6分钟。还有6分钟，没事，那我们接着闲聊点别的了。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底下的甲烷加注了88%，液氧加注了85%，然后飞船上的这个液氧加注了90%，甲烷加注了93%。这就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这次回国之后，回国带了一个这个显示器，27寸这显示器，感觉是真是很爽。嗯，你原你买的来的时候什么显示器？老是得不停你买的切红米吧？画面。对呀，就是你推荐的嘛。啊，红米啊，那玩意儿可便宜了，但是效果巨好。是啊，对，它对，唯一的缺陷就是1000多块钱，没有高刷，感觉非常不错。没有高刷，但是色嗯，彩啊什么都是很好的。反正大家待会儿可以对，大家待会儿可以注意一下，我跟大家说几个时间点啊。第一个是在2分33秒的时候，起飞后2分33秒的时候，那么超重的33台发动机中的外圈的20台，中圈的10台，总共30台发动机都会关机，那只有内圈的这3台发动机还在开机。然后到了2分41秒的时候，这么超重和这个飞船就会开始实施分离。然后到了2分48秒的那个空中翻转，就会中圈10台发动机就会再点火。然后到这个3分41秒的时候，那么这个超重的所有的发动机就都会关机了。到3分43秒的时候，超重就会把这个分离环和这个超重的这个本体这一部分，超重就会抛掉它的分离环。然后到这个呃6分33秒的时候，超重会开始它这个蓝丁泵，也就我们反复说的这个蓝丁泵。到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看出来超重，这次的这个飞行会不会用筷子来回收超重，大概就是起飞后6分33秒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了。然后的话呢，在6分50秒的时候，如果要是用筷子来回收超重的话，那就大约发生在6分50秒的时候。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这个超重可能就是在6分50秒左右的时候降落到这个海里了。大家注意，现在屏幕上显示这个星舰飞船上面刚才看到那4个小黑块，还有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超重上面的这个黑的这个圆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那个就是星链卫星天线，那个飞船上的那4个小方的黑块和超重上的那4个圆的小黑块圆块，圆的黑块就都是超重的就都是星链卫星天线，这样子。它下面的然东西离它后都很近啊，没这是多远啊，这到了些6它的分管子。56秒。你说。我说下头的这些东西离它很近啊。哎，你咋又没声音了呢？喂，什么情况？你怎么不动了？等一下啊，这个我来想办法。它这是 SpaceX 上的直播画面，这个Watch，生活。哎，行了。好，刚才又卡了。对你那边的网真的是不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又卡了吧？老范，对，你这个是从 X 现在有上来的是吧声音吗？？SpaceX 上来的是吗？哇塞，这是啥情况？太紧张还有了。1分03秒、1分02秒，
这个我把你这个干掉吧，我从我这边来吧。我这儿显示，这个对，从你那儿来了。从我这儿来，从我这儿来，从我这儿来，然后我看看啊。哎，我这边它怎么没有办法把它放的比较大呢37秒，就是我你拉边儿，把它拉大。拉，这是什么情况？Watch 播放。你用拉窗口的方法能把它拉大吗？好，我们要准备发了，所有的都点着了。实在拉不大就这样吧，还有8秒。我这儿已经飞起来了，14秒、15秒、17秒、18秒已经飞起来了。现在所有的发已经动机都起飞了，是着着的，已经起飞了， 16秒。我已经现在大家26秒。能看，现在大家能看啊，这33台发动机现在工作还都是着着。是正常，工作还是正常。是。对，对。我现在卡着了，然后现在显示的，我看我这儿已经到1分钟， 1分整个的这12，我这儿。33台发动机工作还都是比较正常的。对。33台发动机工作都是显得是正常的。现大家在注意，就是大概到2分多钟的时候的那个，就要准备分离了，是吧2分33秒的时候，那么这个2分33秒，超重的33台发动机中会有30台关机，只留中间的这3台。马上就到对，了。是2分12、2分13。2分19。哎，你这看的时间比我这差，我这是29、2分30、2分33，这个对，我也是。山歌舵在动。好，外边都变了，好，现在就关了。剩3个。33台发动机的这30台都已经关机了。扔掉了。行，现在是分离，超重对。和这个分离，然后马上这个中圈的10台发动机就再次点火了。对，这现都在都是点着了。和整个飞行时序是贴合的相当好的。对。对。然后再往它右下呢，就边的画面是是这上面的这个吗？个哎，不对，右3分边的画面应41该是秒的时超动。候3分41秒的时候，这个发动机超重的发动机会关机，我们会看到左侧的这个发动机就会全部关机了。右侧右下角那6台发动机，3个大圈是3个真空版的发动机，3个小圈是3个那个海平面版的猛禽发动机，是飞船上的发动机。那现在都处于一个开机状态。对。但是啊，现在超重行都关了。，3分41秒。老范稍等一下，3分41秒，大家注意这个全部33台超重的全部33台发动机都已经关机了。行，你说吧，老范。现在超重上面显示的燃料就没有了吗？
对，它的几燃料乎是没有，显示是剩的空的。很少很少。它嗯，所剩的就是为了实际上它最分离的后降落。时候剩余的燃料，就只是为了那个翻转的那13台发动机工作，还有最后蓝丁是，苯那一点儿。那现在它剩的推进剂应该就只够它这个蓝丁苯基本上，因为我们是要对它好吧，的这个最后那就算是衰了，它应剩余该也不会。的推进剂的这个量是要有，这是不会有特别强烈的爆炸，是吧？是，但是那恐怕也得是以吨计的，我估计，嗯，即使是那样，也是以吨计的。现在这个画面上的是星舰是吧？嗯，现它怎么在这块儿喷的这的应该么热闹呢？是，这应该是，这应该是应该是超重，这应该是超重，超重，但是没有显示有发动机亮着呀，怎么这应该喷成这样了？是超重。这不是，这是气流，等于飞行在这个同温哦，层啊什么的，这个高度60多公里这些的时候，你能看到这气流。飞船飞在130多公里，你基本上你看不到这个东西了，那块儿大气太稀薄了。哦，正是因为有大气，它才会你能看到这些痕迹。只不过这次他好像没给那个抛那个热分离级间断的那个的画面，这次是，好像。下面这段时间可能不到1分钟的时间，基本上应该是最重要的，就我们要看是不是有这个，最后是不是来快回收，应该就在这1分钟左右的时间里就要决定了。是，现在对，左面高是度已经10几公里了。左面是飞船，右面是超重，它这放反了。是，是，对，这是超重，大家看啊，注意，有的时候就嗯，看线儿了。5公里、4公里、3公里、还没有蓝丁苯呢两啊，公里、待会儿蓝1公里点丁苯就要火。喷火了，我们就能看到它喷火了。啊，蓝丁苯是，13台发动一机都已经公里还剩3个。着了，看呀，看会筷子，不会筷子收。要筷子收，这就表示是要用筷子收，夹住了。能不能收住？姿态控制的稍微还是差那么一点点，差那很好哈，么一点点，但是夹住了，夹能够住了，夹住，肯定能夹住了，夹住肯定了。夹住了，太对，把火牛逼了，也都灭了，这个牛逼了，对，这真的是把牛逼它收回来了。！7分02秒，对，这太他妈牛逼了，是应该第一次。太牛逼了，太牛逼了对，所以他们的人也都在欢呼了。！7分02秒夹住了，我操！嗯，对对对对对。夹住了。那下面怎么还这个能够就是他上次试飞的时候烧蚀比较严重嘛，相应做了一些改进措嗯，施，待会儿咱们再聊改了什么啊？那看这次改进来，措施是不是成功。然后咱们下面底下怎么要注意一还着着个动作，就是在火呢？8分多钟的时候，星舰飞船上这6台发动机都要关机。等到它关机之嗯，后，那么大概有40分钟的时间，咱们可以把刚才放在一边儿的那几个话题再捡回来继续聊一会儿。是，这在着火的是什么东西啊？真的是太牛逼了。嗯，就是发动机的那个火焰啊，还有一些剩但是余发动机都的那些关了呀。气体，我就说它最终肯定还会剩一些这些推进剂嘛，这些关了以后还会有一些残余的，就等于它那是一个嗯很大的空间，它那个空间里就会有一些残余，所以这个是正常的，这没事儿，，OK。这完全没问题。今天真是太牛逼，太值了，赚到了，对对对，咱们都赚到了。嗯，赚到了。啊，现在大家注意，这个星舰飞船的这6台发动机都已经关机了，是，然后看看给的现在的画面就全是这筷子加超重的，是吧？嗯，行，刚才的时候大家大概就是说有几个问题，
我记得，一个说是这个为什么真空版的发动机不适合在这个就是大气比较稠密的地方来工作？我们知道，就是说相当于是那个喷嘴儿，它等于头小嘴儿大，它实际上就等于是说是什么呢？等于这些燃料和氧化剂在燃烧室里燃烧以后，等于它按道理气体是要膨胀的，但是燃烧室很小，包括这个喷管的这喉部都很窄，所以呢，它那气体膨胀不了，它就会压力就会提高。那喷管的作用实际上就是让你这个压力缓慢的释放，让它变得越来越大，这样呢，这个形成一个推力，等于就是像气球就是比较典型的嘛，就等于是它来形成这样的一个推力。但是我们知道在大气层内的时候，我们地球的大气是有气压的，所以你膨胀到什么程度的时候，这个再膨胀下去，这个气就不能够形成推力了呢？实际上就是膨胀到外界的气压。如果要是你继续膨胀低于外界气压的时候，那这时候等于外界气压反倒对你形成了一个压力，就形成负推力了。所以我才说，就是说真空版的发动机不能用于这个低空大气，就是因为你一旦用了的话，那因为它那喷管那扩张系数很大，所以膨胀完了以后，喷管口那块儿形成的这个外界气压对它的压力反倒形成了一个负推力，就是这么个概念。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到时候这个我有点问题实在记太多了，不太住了，有点太兴奋了，被这对，筷就光子一夹。看着这个筷子把它夹住了。是我看看能不能聊一下为什么 SpaceX 能做到每次大蛇都有进步？我觉得这是很厉害的，因为每次都会用到新的技术或者解决方案，凭什么确保达到设想的效果？还是有什么特殊的模拟方法？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标准的工程的玩法，对吧？你肯定也是每一次发射不能一拍脑袋就发，你也得验证半天呢。而且我觉得对，但是老范，我觉得 SpaceX 最重要的一点是人家不怕失败，人家真的是包括我就不说那什么，我说 NASA 吧，NASA 相比 SpaceX 就很害怕失败，所以你看着它，尽管你看着它每次都成功，但是它大部分是成功的，但是事实上那就意味着它一直留有余量，它一直不知道最终的这个底线或者说这个瓶颈在哪儿，它一直是留着余量的，所以你只能看到它的进步很慢，但是它每次都基本上都比较大，然后他从来不放弃，我觉得就是这样，你敢去试，然后不怕失败，然后不放弃，那就是这样这个很重要的。是，这个有人想要原声啊，这个因为它有的时候原声里是有音乐的，我们来不及处理，因为很多的音乐有版权问题，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放的所有视频都是没有原声的啊，这个非常抱歉。为了避免版权纠纷，就是我们放上画面没事，但是你要放音乐，这个100%被抓。我们俩上一次直播的时候就被版权警告了啊，这个很惨痛的，所以就不要再喊原声了。所以大家现在都是很兴奋，说这个加注了啊，然后呢，还有人说这个要是能去 SpaceX 工作有多好，这个肯定也是一个大家所希望的憧憬的地方吧。是游戏中一样撞上去就爆炸了。还以为游戏中一样撞上去，实际上这就是姿态控制啊，就是说明他们对超重的姿态控制能力是很强的呀。大家都玩过那个游戏了嘛 ？SpaceX 也发了那游戏，你姿态控制不好就撞上去炸了。是，它现在左边是个什么画面啊？啊，是上面那顶儿，超重上面。左面这块像是超重的那个
山戈舵那一位置，拍的是嗯，山戈舵那个位置。那现在它这是的星舰的星舰一个这飞船的话，个舵面，星舰飞船的一个舵对，面。它星舰飞船在上面还要飞1个多小时。没有啊，吊48石分钟左右就开始载四十热了。八分钟。咱们可以聊到嗯，48分钟45分钟左右就看它载热了，那它这这是个第二个星舰现在分布点。在上面飞的这段时间，还有其他任务要做没有？是这样子，从它的那个飞行剖面上我们看不出来，它没有公布。但是我相信嗯，SpaceX 公司肯定会做很多很多的实验，只不过他不想让你知道而已。是。就要我也肯定但是做，好不容易这个机会，对吧？对啊40多分钟在上头飞，超重最后冒黑烟了，这个问题还需要是啊。解决吗？我觉得超重最后的，我看它加重很长时间，还有一些火焰那块儿可能它要解是，决一下，它还有一些管路可能有一些泄漏啊，或者是什么。是，然后冒黑烟的话呢，基本上就应该是说句实话，就是一个复燃燃烧，就是说甲烷多了，氧气少了，是这么回事儿。它只要解决好了这渗漏啊什么的这些问题，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很大。是，是，这个是 welcome back，这欢迎回家，非常棒。这嗯，超重超是重回来，欢迎斜着超重回来。晃着过去进入家住的地方。这个卡尔加楚，你家里离这个发射场到底有多远对，啊？你们不都在一个州吗？等下次我们去的时候，德州还可以地方大。上他们家吃饱了肚子，然后去看这个发射去啊。对，一定要哎，去。像他这个就冲这个我也一定要去了，真的是得去了。是还能看，关键是还能看它回收家，是太牛了。是非常漂亮。对，最后是不是底部撞到回收架了？应该没有吧？没有，当时没太注意，即使撞到了也不是大问题了，大家不要这个过于责权。因对，为现在的这个东西不需要情况就是这喷漆，样子，就所以像小孩儿，做做钣金就难道可以了，对吧？拿回对，来重新就小孩儿学钣金一下儿。路似的，他这次能站起来走2步已经不错了。对对对对对，就算撞回几个发动机也无所谓，那都是，是后续改善的事儿，嗯，等于这条路趟最后通了。是调整时间感觉好短，要求感觉好高，太厉害了。是的，因为它整个等于就直着我们看到，就是从十几公里，然后特别到最后点火的时候，应该已经是1公里以内的地方去点的火，就是1000多米的时候点的火。然后点火了以后再控制的话，也就只能这么一两控制了，千米吧，差不离，一两千米就把它点火，点完了以后重新控制一下位置。不，老范实际上是这样的，它最后点火那是一个控制，但是它在蓝丁泵之前，它还有一些小的自控喷管，它肯定也事先就已经进行调整，是，就整个这个轨迹全是受控的，你就相信这一点，就全是受嗯，控的。即使没有蓝丁泵，它那个没有点火的时候，它那些自控喷管也在工作，只不过它那个不需要喷出火焰来，它喷一些气，你是。看不见就完了。像它这个回收的过程，对于风啊，对于这种天气的要求是不是很高啊？你给它吹歪了，它就夹不住了。肯定是开始的时候会比较高，慢慢的随着嗯，控制技术的成熟会越来越低。就像那个早期的无是，人机，风一大了也就不能飞，但是对，现在无现在人机是有的无人抗风嘛，机也已经越适应这个风的这些能力也越来越强。是，对，实际上就是一个好烫的成熟的，就经验多了就没问题。是，好烫的筷子。
只能说初期试车，后续难度看吧。这个，但是人家至少把第一次做对了，这个太牛逼了。我觉得这个，但可惜是 SpaceX 跟这个 Starlink 都没有上市啊，这个没有股市暴涨这件事儿啊，看看是不是这个特斯拉能够涨一涨。甲烷是黑可烟吗？以不做投资建议啊。是，对，这个甲烷甲是燃烷是不烧有黑烟吗？是黑烟？什么都不是黑烟，不燃烧就是黑烟，氧气不够就是黑烟。啊AK 也在直播，挺好的，这个确实是牛，真的把它夹住了。对，见证历史。也有人问星舰下一步干嘛呀？我觉得这个星舰下面一步还是我以前就一直在说嘛，几个事儿。第一个是现在超重等于第一超重就是说它在把它的这个回收做得越来越好嘛，这是一块儿了。另一块儿飞船的回收啊，飞船也得用筷子夹呀，将来，是，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轨的这个推进剂补充，刚才咱们前面介绍的不是还有 那个 tanker 碳，吗？将来 tanker 要给这些飞船进行推进剂加注啊，还要把这是，个尽早做好。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现在我得到的消息是这个星舰啊严重超重，重量严重超重，但是他们当前的是主要的目标还不是在减重上啊，下一步他还要把飞是船超重这些的重量得给它减下来，你还是得能带载是，荷，这大概是才是真这几块。正的遥遥领先。哎，现在遥遥领先这个词已经被污染了。我看刚才回来，摆动那么厉害，好容易撞到那个架子。其实它那个筷子的这种就是容易度还是挺高的，就是你不是说一定要稳稳的对，落在那儿，如果稳稳落那儿，直接给一腿儿就完了。他拿一个筷子，实际上就是那些问题在你都是回来的过程中好克服，有一定的容易度。对，这个实在是牛啊！是个柔性物。嗯，有人要求掐他一下，看看这个周围有没有人可以满足他一下。开始了吗？我们已经把这个筷子把这个超重夹什么住了啊！现在掐他一下？有一个人说：“这个谁来掐我一下？”这个是不是在做梦？不是，科研工程是不是在迭代做梦呢？就是这样。啊，好吧，是，应该不是在。现在星舰还在天上飞呢啊！现在超重回来，星舰还在飞呢。22分钟，应该还有个几十分钟，它也要下来。对，角度稍1个小微时04分钟、05分钟有点大，才全结束。是这个，我觉得已经是在它的工程设计许可范围之内了，这就够了。就是工程上的问题，就是说我许可是多少，即使到超过了它了就行了。的工程设计许可，我觉得都已经不重要。它反正是夹住了吧？我觉得老范，我觉得是即使超过了它的工程许可，都已经不在这个，因为现在这个关键的就是要加注。是是，它有这很多掉下来的过程有可能掉下一些小碎片，但我不知是，道你指的具体是哪些部分，哪些时候。对，就刚才先转到飞船，大概就是这个角度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小碎片飘出去了，确实有那么一个镜头。就是刚才也是这样的一个角度的镜头上有一个小碎这个片飘了，有可能，有的时候是对，有些时候有可能有一些，还有的时候，星很舰是多时候那个小碎片实际上是凝结在这个低温推进冰是吧？剂注箱外面的那些小冰块。是，对，很多这个是时候是星这样。舰会降落嘛？星舰会溅落，
它这种我溅落回来，是不是就对过2天又去捞去 splash 了？ down。那看他自己的兴趣了。他不是现在是捞了超重，但是他的四飞的星舰还没去捞呢。四飞星舰是溅落了还是炸掉了？四飞的星舰是四对啊，飞星舰吗？你是在问？是啊，四飞星舰是炸掉了还是溅落了？喂，对，四飞星舰是溅落了 splash down 了。啊，那就还是完整的。咱们老范，对，我把那声音给去掉了，算了。实际上就是说，你看一下那个我给你发的那视频里面有一个，看看啊，稍等，给你叫什么？发的那个视频里是有一个，稍等，看一眼。2006、视频资料里有一个2040叫做星舰四飞，穿越黑障。对，就是这个星舰四飞穿越黑障，你可以把它稍微 OK，放一下。可以，没问题。反正现在飞船那儿在天上飞也没什么，它现在姿态控制得很稳，现在的对，姿态控制得很稳。你看它这个现在整个这烧的这个过程，但是它整个飞船就注意这个右侧这个像飞船的这个姿态啊，它最后还是把它调过来了，摆了，把它调过来了。现在飞船基本打红的，最后它又慢慢立起来了，看这结束最了，后它又慢慢的立起来了，高度没有3公里，后面了。速度413。这个嗯，画面没往后做，对，它最后是还是基本上把整个飞船给立起来了，所以它还是 splash down 溅落了。行，咱们再回到刚才那个直播的现场画面对，吧。这边还在飞着呢，26分。26分38秒。这卫星看地球的视频画质和肉眼看的一样吗？还是处理的？什么意思？这卫星看地球的视频画面，我不是特别理解这是什么对，意思。他们有的时候发的这个话就让你看不懂。还在飞的是什么？还在飞的是星舰啊，星舰还在天上飞呢。星舰飞船，星对，舰飞船加注了，很精彩。后面还有什么任务看点？后面的这个就等着星舰下来了，星舰飞船还得下来呢，还在天上飞呢。对，没打到它突破架子上。热障，然后我们也看那个星链卫星，看看星链可以让我们在热障、黑障之内继续看到星舰飞船的飞行情况。是，这个有人说了，这个没打架子上这个太接住那一刻，激动了。眼泪都出来了。是的，对，刚才回收的时候再差一点就快撞在这发射也是航塔上了。天爱好者呀。是是是，大家不看用太担耐烧王。心，实际上就是说最后它能够飞向塔的时候，我就看到它去飞向塔的时候，我就已经能够知道当时的这些控制人员什么的是基本上是有谱的。它只有各项参数都比较好的情况下，才会去让筷子来回收。就没有这个把握，他们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这一点就是大家还是相信，就是说作为技术人员，现场决策的时候，我们都肯定是做这种比较有把握的这个情况，是这样。那比如说，在它飞下来的时候发现不对的话，就直接让它往海里扔了，是吧？对对对，如果要是说当时判断的飞行参数觉得用筷子回收风险比较大，它一般给一个阈值，比方说我有50%失败的概率，我不要50了，我觉得有30%或者说40%
40%失败的概率，我都不会让它飞到那个塔附近的。那肯定是超过了50%的成功概率，我才会让它往塔那边是。飞。这样看起来，今年看起来6飞有可能了。就是他只要把这个超重稍微李好才板筋这个说法我也同意，特别就可是这个 以飞了。FAA 的批文。是。不用钣金，它的6飞的老范星舰的6飞的 booster 和那个是飞船都已经做好了，而且都已经做了static fire， 都已经做好静态顶火实验了。所以现在又加上这个 FAA 的批文，那它的6飞应该很快，今年真有可能飞。是我们6飞的话，就看这个什么了，就看这个星舰飞船能不能落地上了。对，看马6斯克飞的话，我估计重点就是飞船是不是玩出什么花来了。是。这个马斯克是这个曾经把狗狗币发到天上去，把这个自己炒币啊，看今年能不能，比如说在川大爷竞选的时候放一颗上去，直接就稳了。但是它有点难，那是11月份，那个有点太近了，12月份可能就是11月2号嘛，还是10月几号就最后截止了嘛？相对 NASA 没有那么多官僚主义，里面的人不用承担政治责任，失败了修正错误再继续，而 NASA 失败一次丢工作，估计还要上国会听证。这个反正很多东西还是要到民间去搞，还要到公司里边去搞，这个官僚是搞不定的。飞船这次还是降落，对。SpaceX 属于金氏公司，只收美国公民，是吗？这个还真不知道。这个好像不是，我看过他的那个招聘的这个启事啊，然后关键他不收中国人啊什么的，俄罗斯人，这是真的。但是你那些相对友好英国的，英国人、包括新加法国人坡的，他们就无所谓了，可以进去的。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对，但是他这里面肯定也有一些部门，可能外国人有些部门进不去。但是作为整个公司而言，你去做他的员工，那些友好国家的应该没问题。是。对，再过一会儿它会降落。老范，不好意思，我要稍稍离开一下啊。没问题，没问题。我要重新看一遍，纯看热闹，知识匮乏。这个，因为我们前面其实每一次星舰发射应该都有直播，至少土拨鼠这儿都应该都有直播。我呢，有的时候在，有的时候就不在。某大国是否有 SpaceX 技术差距很大了？后续很难赶超了吧？其实不一定啊 ，SpaceX 它其实很多还是叫工程胜利。只要咱们大干快上，还是有机会的。这么大的速度，一般人受得了吗？应该还是可以的。就是它加速度其实没有那么大，速度不是重要的。对，土拨鼠那边的网络太差了，直播慢15秒，声音也有问题。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像他在新加坡，我在帝都，这个有可能是我这儿是开始的地方，搞不清为什么。就是他每一次的网络都不是特别好。现在的超重还可以很快加注燃料，继续发射6飞嘛。就是现在看来不需要这一枚超重再去加注燃料了啊，就是准备6飞的已经都准备好了。SpaceX 也可以雇佣永久居民，这是什么？
永久居民是什么？超重的一侧啊，贴满了防热瓦，应该会改变它的重心。我觉得另外一侧有可能配重吧。有贴防热瓦。嗯，应该是首星舰先是不是飞船他可能有防瓦。打错了，不是超重，是飞船。嗯对，超重是没有，超重的表面呢，甚至连防热涂层都没有。我们知道猎鹰9号火箭它是铝合金结构的，所以呢，它的嗯这个热对它的结构的铝合金结构的性能影响比较大，所以它实际嗯上那白色的它有一层白色的漆，那个漆实际上是一层防热涂层。而超重的话呢，它是不锈钢结构的，那不锈钢的它的那个我们叫做正火温度就比较高，所以它返回的时候的那个温度还不足以达到它的正火温度，所以是没有漆，什么都没有，就是光着的这样。然后飞船那块是贴了这防热瓦，然后这是在那个调整重心的话，舵面吗？实际上你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考虑了，所以就配好。这是在调整，但是这有可能是在测试，并不是因为现在它的飞行高度是178公里，基本上没什么大气，它的这个舵面对啊。摆动对它的飞行姿态什么的没有影响，它可能在空中要进行一些测试，因为它很啊，快就要载入大气层了，载入之前摆动几下试一下，看看功能是不是正常。嗯，就是该活动活动腿脚了。然后飞船上贴这个对，飞船上贴这个防热瓦，它的一些飞行姿态实际上是可以通过刚才那摆动这些舵面来调整的，但那必须得是在大气层之内。嗯，请问一下，现在试验已飞上天的第一阶星舰，本次任务要做到什么程度？我估计掉下来，降落到正确的位置就可以了吧？第一就是说热防护要做好，我觉得啊，这次对星舰飞船来讲，就是飞船的这热防护不能像4飞那样子。第二块的话，就是基本上落到预定的位置，嗯然后还做它那个landing landing burn，就是在最后落到海里之前，把它的姿态调整到垂直于海面，然后 landing burn，把它的速度减到接近于0，然后再落到海里，嗯，就这样就可以了。就等于你看跳水运动员似的，直着进到海里，比较好。它还多一个，你还要基本上把速度减到0，然后再落下。嗯，这个马斯克说 SpaceX 的火箭技术属于国家战略，无法招募非美国公民。他可能有些特殊的部门是这样的。星舰掉东西，对吧？对，这个有一刚才些部在调门肯整舵面定是这样。的时候对，刚才调整舵面的时候是看到很多很细碎的东西在往外飞。回收太漂亮了，是的，实在是很帅。科普一下，这意味着什么？到底是什么意味着什么？什么意味着什么？对，这个就那么如果要是说筷子回收意味着什么，我就说筷子回收意味着这个火箭不但能复用，而且可以短时间的话把这个回收的火箭快速的再发射回去。这个就是用筷子回收最大的意义。因为你原来猎鹰9的话，那1级还在船上落了，你还得运回到岸上，然后再拉回到厂房里，还得再检测，还得再怎么样，一大堆工作。现在这个不用，拉回来查一遍，加上就可以再飞了。是，意味着现在有能力及时回收了。是的，6飞测试加油嘛，我觉得离加油还比较远吧。它应该明年是就是飞火刚才星的不是窗口。说这个40飞，你说不是飞火星，它还要有一个阿特米斯任务，要飞月球呢，飞月球是，还要飞但明月球呢，年应该所以是飞它现火星的在加那个，油的
对，我觉得就是他测试了。你说。啊，对，我觉得他测试了，他也有可能不告诉你。实际上像是。我个人认为，他有可能这次的时候就已经做了相类似的工作，他只不过没告诉你而已。嗯。是。因为这个工作在这个星舰飞船里面做，你也不知道，也并不难。只要是。他还有一直做的比较差，那可能做不了。如果要是他把重量已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就应该可以做这个实验。嗯。是因为我刚才想说这样，就是明年后年应该是到火星的窗口期，他应该会想办法往火星扔东西了吧？就是人先过不去，先把货物扔上去。是，这个没问题。今天的星链质量不错，还没有断线过。现在降落不是在印度洋了，是在太平洋，是在澳大利亚的西侧，嗯。是叫太平洋，不是印度洋，就飞得更远了一些。是。它在这一段时间应该也绕着地球飞了有到不了一圈是吧？不到一圈，不到一圈。是，你想啊，它整个飞行的这个过程大概也就40-50分钟时间，绕一圈的话要90分钟，嗯。就是从墨西哥飞到了澳大利亚西侧，差不多。是。但你说这要真的是装满了人，然后就当坐个飞机90分钟就到了，或者是半个小时、1个小时能够从美国飞到澳大利亚，这不是爽死了？哎，这下面的大陆是哪一块啊？也啊，什么大陆？这下面的大陆就是你够从这个画面上看到，它现在又飞过一块大陆，又重新飞到海洋上。会不会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这类的岛屿啊？有应可能哦，该不会，还有有可能20多从我上分钟呢。空飞过，现在去澳大利亚那边。应该不会，它是不是？哎，我想想，它是差不从多啊。美国。有可能，有可能。印尼或者是那个新加对。坡这一带，或者马来西亚这一带。啊，对，应该差不离，应该就是这一块儿大的岛。是。这个天气很晴朗嘛。哎，你像咱们这儿都是晚上了，它飞到澳大利亚嗯，是不是选的不应该？错嘛，就是这也属于发射窗口范围。不，它飞到澳大利亚是不是应该是天黑了？澳大利亚比咱们应该是还晚3个小时嘛？比咱们早，比咱们早2个小时，但是它在澳大利比亚咱早两西部，个小时，对啊。最西部，大概可能落点应该和咱们要不然是东八区，要不然是东九区，差不离是这个水平，理论上。是，所以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个星舰飞船这个地方，第一件事要天黑。嗯，它应该是但是现在不会从应该澳大利亚还有上空飞过吧？5分钟左右就要再入大气层。你看下头又开始出现陆什么？地了，下头又出现陆地了。它不会飞过澳大利亚，它应该是落在澳大利亚的西部、西北部。嗯。它应该是落到澳大利亚的西北部。这现在下面这块陆地还是挺荒凉的，肯定不是新加坡。
对吧？新加坡没有这么荒的地方。不好说，到时候再看。嗯，而且我很奇怪，你像他现在拍摄的这个，视角，他应该是在一个白天吗？或者是一个有太阳照射的地方？我现在也没太想明白，按道理这应该是黑天，至于具对呀，体是怎么形成的，我也没太琢磨明白。这个很神奇啊，确看着感实是这样。觉是有太阳直射的，对，像云下的还有影子，这肯定不是灯光，这应该是太阳光。灯光不可能那么大。对啊，不可能那么强。没事儿，咱们待会儿等它这个再入的时候吧，等它再入大气层之后，因为它飞的现在还在大气层外100多公里呢。是个什么情况，我们可能也说不太清楚。等它再入之后，对，现在已是，经是105公里了吧，高度106，是很快了，是是，很快就要进入大气层了，就差不离48分钟的时候就要进入大气层了。是。你看，有人说非洲是白天对，吧？48分03秒。有可能，但是非洲是不是有点太远了啊？我觉得非洲它还有大概20多分钟的时间就能够从，而且是在大气层内啊。大家注意啊，那个星舰飞船已经开始有红边了，你注意那个黑的这个防热瓦的边沿已经开始变红，这就说明已经有这个和大气的一些分子摩擦，已经有部分等离子体产生了。这已经开始有了，嗯，相当于已经进入了，有一定的这个大气层了。就目前，是，尽管它给出的飞行时序是48分03秒才进入大气层，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明显能看到这个红色的，实际上就是和大气中的分子的这个摩擦形成的这个高温等离子体就已经形成了。嗯，然后已经刚才又在往外飘各种碎屑了。关键是这种黑色的防热瓦不要像上次那样，我们上次可以看到那防热瓦噼里啪啦的往下掉，这次千是万不要是是，出现这种情况。哦，我刚嗯，才漏了一个，就是说星舰飞船在试飞之后，那飞船进行了什么改进的措施？就是主要的一点就是第一，就是在这防热瓦后和星舰的飞船的舰体部分，那贴合的它的那个，实际上它还是有一层纤维，白色纤维材料，那也是一种隔热材料。那个隔热材料它进行了一个升级，然后另外一个好像就是防热瓦也进行了适当的升级，主要进行了这两个升级。还有呢，就是把嗯，一些防热瓦的这个和飞船的这个粘贴的这个结构形式进行了一些改进，在飞船上的固定得到了加强。为了嗯，加强的话，还在飞船上焊接了一些结构框架，就有点像咱们装铝扣板那样的，让它嵌进去，做了一些这样的改进。所以上次我们看到的这个星舰四飞的时候，这个载入，我在咱俩直播，我跟你说那是基本上相当于是是第一次用这个能够就是说，即使进入黑障，我们也能够使用星链卫星进行这个直播来看到这是，飞船的画面。那这次我们再次是拜托这个星链的这个功劳。按道理，你像中国的飞船呢，这时候就应该什么信号都没有了。因为那嗯，个热等离子体相当于是一个屏蔽罩，就是电磁信号都是进不去的。但是，星舰飞船呢，它就可以利用它背面，就背离等离子体的另一面啊，不是面向空气的这一面，那和天上的星链卫星进行通讯，相当于经过星链卫星为中介，再和地面建立联系。我现在看到的画面就应该是这样嗯，传回来。我天啊，这次看到的整个的感觉，热防护最少到目前为止感觉还是相当不错了，还是在空干活了。就没有出现上次的那个情况。嗯，到时候咱对，到时候咱们可以，我再给大家做个专门针对这个再做一期节目，然后把这两个画面来对比，大家都是，能看得
非常明显了。这应该是已经天黑了，我觉得外边儿，这是进对，入夜间了。所以刚是才我说可刚才是在能因为飞白天得比较高，因为飞得比较高，啊，就是绕过地看得比球的太阳较白天，但照到好是在进入大气层之后，嗯，72公里，这画面多漂亮，是还早着呢，它大概可能得到将近50公里左右才会四野火五十公里可能才会完全突破完全过这个黑障。啊，这个画面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啊！我们现在看，等于这个背面你看都是反光的，就是右侧的这个画面，这是等于是星舰飞船的那个舵面啊，就那小翅膀那个，嗯，是在它的背面，就是背离空气运动的这一方面，这还是不锈钢的，就没做这个热防护。那它的另一侧就是热防护的是，坦克，这马斯克省钱也是省到家了。那气流啊，但你如果是热能离子姿态控体气流制失败了的形成的那个话，是不是就废了？比如说姿态控制失败了，然后他对呀，没有保它的持到那个有瓦这边朝下，三飞的时候不就完了。就是吗？啊，所以必须要对啊，控制姿态，三飞的时候让那个有瓦不就是它这边朝下。不停地在翻滚吗？它再入大气层，它嗯，就在不停地翻滚。对，所以姿态必须控制好。这个就是可以这次少贴一面防热瓦，明显的要比四飞的时候要好太多，稳哈。还减重，还减重。是是是。嗯，对。所那你说我们要是在以我看这个里边一下啊，装上100吨的货物，是不呃是就不这样了？它是这个意思，老范。就是说嗯，是你说100吨啊，我们一般只说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00吨，是指我把这些东西送到近地轨道上去，而不是啊，它说它不回来。能够把100吨的东西带回到地面上来。啊，到时候会再有一个指标，这飞船啊，现在啊，还好还好，那只是空气的气流，就是说是。送上去是一个数，带回来是另一个数。你就像那啊，个，比如那个 Dream Chaser 小型航天飞机，它嗯，能够送到近地轨道的这个能力好像是7吨多，但是它如果要是从近地轨道带东西回来，就只有1吨多，哦，它是有差别。看来带回来更费劲。对。我怎么感觉这个右侧的这个不锈钢要烧红了呢？没事儿没事儿，现在应该没问题，这会儿应嗯，该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到那个呈现那个彩色，应该是咱们看那些钢可能都会有一些这样的彩色，是是是。可能还是就是跟你看彩虹一样，它不是说是像你高温烧那些不锈钢的时候，那个彩色，那是有一些变成了四氧化三铁，有一部分被氧嗯，化了，变成四氧化三铁形成的。但这个我觉得是光的折射造成的，就是属于跟彩虹一嗯，样。今天我估计马斯克回去应该要大发红包了，要按中国的规矩，是。肯定是得大发红包，玩了命的嗯，发红包。反正如果我估计要是在中国，就是说如果要是谁说？对，我就是说啊，如果要是在中国，这个员工每个人最少大概10万、20万的红包起步吧，嗯，是。达到这种程度。就是它速度降得很快，但是高度降得没有那么快，我觉得。呃，相当于它是这么着平着飞嘛，老范能不能是。理解？就有点像飞机似的，它基本上是平着在飞。
接近于平我着在飞。觉得你看它那个姿态吧，应该不是平着飞，它是这么竖着飞过去的。我觉得更不不像中国不不不，你神仙一点。说的是那个是相当于是那是整个那个姿态，我说的是你说竖着也可以，但是就是说是我们这叫什么呀？叫这种平飞，我们叫大弓角飞行。大嗯，弓角飞行，就是说你的是，飞船的轴线和你的运动速度的夹角比较大，那叫大弓角飞行。但是，你大弓角飞行它本身的整个它也是这么弄，这相当于是掠过去，掠过这个地面，相当于是类似是这样。嗯，对，只不过原来就是它相当于说这种东西是等于它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弹道。是，原来讲说中国神仙都是站着你说。飞的，这个美国超人是趴着飞的。所以我说这个对，他更像中国。选择了他会选择自己。对，对，他选择了自己最合适的飞行姿态吧。嗯，等于这次中国首先马斯克这天才。个超重这个，被筷子夹住，那现在我们基本上也能看出来，它的这个热防这次改进措施也是比较成功的，因为我们基本嗯，没有从是，现场这个画面上看到什么问题。是最后的是是，这个飞船的 splashdown，我相信也是大概率会成功。大家注意，就是说在显示它的这个飞行高度、飞行速度旁边做这个小箭头显示的这个小飞船的这个姿态一直控制的也很稳定，一直就是基本就不动，就是这样一个大弓角的状态。然后这些数是，据的右侧的那发动机现在还都没有点火，待会儿的话，这发动机应该是理论上讲就应该，因为我刚才解释过，真空发动机不太适合在低层用，所以应该就是中间的嗯，那3个小圈会亮起来，是，我们看一下，待会儿嗯，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刚才有人说这个过程叫烤蓝，就把这个金属是考烤的这种蓝蓝的这种颜色，考烤蓝，好像是蓝是有这么个词儿。呃，对，它实际上那个就是形成了四氧化三铁吧，我理解。嗯，因为那个说到叫烤蓝，那是不是就属于一种表面处理工艺了？但现在这是，个可能还真有点烤蓝的可能，是是是，这还真有点烤蓝的可能，这可能已经不再是光的折射了，真有可能是烤是。蓝了，我现在感觉。像它现在这个运动的过程是完完全全靠大气给它减速，然后让它逐渐降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吗？就是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动力的一个状态去飞。对，滑翔大气减速，滑翔，等于整个这个过程但就是靠这个减计算，说我速过程算好了。还算是好的，嗯，对，是这意思。这个转速过程还不是最强烈的，最强烈的，你比如像阿波罗飞船从月球飞回来，它是以11.2公里每秒、11公里每秒的速度载入的大气层。现在咱们这个星舰飞船这次它载入可能也就是7.5公里、7.6公里的速度载入。嗯，如果它将来真是做，比方说飞到火星上、飞到月球上，然后回来要进入大气层，它可能就要以11公里的速度再进，那对热防护的要求就又是一步了，又高了。嗯，现在基本上应该很快，过不了多久就应该是，突破这个热胀。是。有人说这个四氧化三铁65公里处哪有那么多氧气啊？飞得到，嗯，那就不知道了。有没有应该可能65尾翼公里处用的是什么都比钛合金？较少吧，但你现在这个颜色。
对，不是猎鹰夹住了啊，是把那个超重夹住了，这你说底下那节局部的，不叫猎鹰。有人说是不是尾部应该用嗯哼，钛合金？我觉得啊，就是说是那个大家还记得米格25吗？米格二十五嗯，当时美国人觉得米格二十五的飞行速度最大飞行速度可以到3倍音速，然后呢，美国当时一直想不明白，它到底是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如果按照美国的理解，就是他要用钛合金啊什么的，但是实际上前苏联用的就是不锈钢，所以你要不可不锈钢，所以它的机械性能，钛合金的机械性能，你分和什么比？和铝合金比，它肯定是要好，然后热性能也要好，但是和不锈钢比并不一定。有人说烧穿了，哪个地方烧穿了？又烧穿了，这块儿好像是稍稍有一点吧？对，上面那个视图上面稍稍有一点。对，上面这个是，视图就是左侧最上面这一块好像是还是有一点的，那块儿也正好烧穿了，烧穿了。左侧还嗯，是这个热值集中区，不过这次是，但是看来看左侧的这3个小图，最上的有可能是星舰飞船位于飞船上部的那个舵面，然后它下是，面这个视图有可能是位于星舰飞船下面那2个舵面的。我们现嗯，在看主画面这块这个烧的也显得比较厉害，也比较厉害。还有四十就是说公里，热防护措施还是要做进一步的提升。再多贴2块。嗯，它现在我觉得还不够低，所以话也造成它现在整个感觉上还是比较厉害。可能以后它嗯，要改进的时候，光提高它的热防护材料还不够，它可能还要想办法把它这个返回的弹道再做进一步的优化。现在基本上可以肯定，就是左侧上方的那个图，基本上应该是属于已经烧穿了的。是，但是现在已经黑乎乎一片了。对，不过好在咱们看这个星舰飞船的这个姿态，现在还是控制的比较不错的，是，还是一直是很稳定。我们下面就关注一下，最后的 splash down 吧，landing burn 和降落。前面来看，整个的这个防护还是有了比较大的提升，相比于4飞的星舰，但是还是差一点，还是嗯，要差一点。现在的速度这个已经应该不是降到了摄像头的问题。3000公里，高度是30公里，那么速度是，大概降到有人说画面你觉得变黑了，是摄像其实我头被糊上了吗？应该不是，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天黑了。这是应该还是能然够有一些后光亮的，而且现在的这个速度，1000多公里每对，小时，这基你本上也能看到这就是飞机舵面了，它速度。能看到这舵面在动，是，马上现在1300公里，基本上就已经处于音速的状态了，已经900多了，都已经低对，于基本上就是音速了。咱们坐飞机的速度了。然后飞船的这个整个这个姿态，那它那个就躺平了一点，躺平了一点。是，但是最后在这个呃最后再把它拉到垂直状态，我们看待会儿能不能够拉起来。是，现在是12公里高，呃，对，基本上就已经是民航客机的飞行高度了。
是8公里，这是8公里，500公里速度。对，好紧张。现在他基本上是属于完全躺看怎平的状态。么立起来。对，下边还得立起来。嗯，他还会用他的舵面把它立起来，是他会用他这4个舵面就可以把它立起来。45应该公里的哦，差不多了，再立不起来，我估计就不用 landing board 了。大家注意一下吧，就是右下角这几大头个朝下，这个数据了，还有图标。2稍稍有一点朝下，上次也是，上次以为都已经拉不起来的时候，2公里， 1公里， 1差不多了，该点火了。要再立不起来的话，点火，点火立起来。点火了，但是它的发动机的拉起来了指示灯一点儿。并没有亮，拉起来立着了。好，速度现在快速的是比较在减少，立起来了，注意到了吗？已经立立起来了，起来了，点火也点了，现是在能看到底下的海面了都。对，最后这个 landing burn 和这个 splash down 也基本上算是实现了。对，这是，哎呦，这是旁边有船，这是旁边有船，落到海里了，落到海里了，这是落第到海里了，三人称视角了，感觉是最第后三人炸了一把。称视角的画面。嗯，但应该也算是成功了，至少它最后立起来，立的直直的落下来了。好好好好好好，只是等于最最后这个后的话，落在水可里以后能我觉得就很激烈。是那应该也不属于它最后的必然的考核指标。我觉得这次唯一是做的不太好的就是它那个热防护，还到最后大概50公里到40公里这个高度上面出了是，些问题，其他的目前做的都还这最后，算不错。嗯，它这玩意儿掉水里它不沉吗？怎么飘在上头的？理论上讲的话，它应该能飘着，因为它实在就是一个大空壳子。你想想，它啊，那个1200吨的推进剂，那是是是是那个体积是很大的。是，然后它现在都烧完了，那它自己的那个重量，你想啊，老范，你这么着想，嗯，这个50米长、9米直径的一个大桶子，然是，后呢，应该是有自重可力的，能只有个30-40吨，它扔到海里能是飘在水面上是正常的。是。行，大家也是在欢呼庆祝，但这是就感觉没有对，庆筷祝的子那个那么这个表情豪欢。就没有刚才加注的那么热烈。是，对，这个因为毕竟热防护还差了一点嗯，点，对，还有改是，进的余地。嗯。你说坐它这个回收所船是不以总的是可以来讲，这买很次还是贵的保险？那就不知道，那就跟我觉得就跟马斯克谈吧，万一出了事儿该怎么赔怎么赔呗。是啊，有人说是无人快艇，这也有可能。最后炸了，这个也不能算炸了啊，有人家已人的又有经正正无人的，的竖着最接近落地上。OK，既有人又有无人的。是，嗯，嗯，应该是既有人啊，你说吧，你说吧。没事儿没事儿，我也再看看大家在讲什么，我觉得就不用再去放他这个画面了。停止共享。反正
来，咱们来聊一聊吧。对，这个你看看你那儿怎么样？速度网速，我怎么总觉得你那儿的网速不太对头呢？你自己直播的时候也这样吗？还是说咱俩直播的时候会变成这样？你看你那边又不动了。对，现在好了吧？现在好了，你把那个你共享的那个屏幕关掉，就是这样可以再节省一些带宽。OK，好，现在应该好点。现在应该好了。这个又是一次成功的发射，然后我也开始倒腾我的药盒。这是礼拜天了，对，礼拜天得倒腾药盒了。早就准备好了。对，看看他们现场还有些啥？有人说鼠老师的上行带宽不够，最后我到时候我再是查一下。对，我到时候我再查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我现在好像连这个麦克风这儿也有问题。我最后用的是笔记本的麦克风，好像都没有用我这个舒尔的。对，我待会儿得查查，好好查查原因。是。为了人类文明欢呼！哎呀，这个说的很好。发录屏到朋友圈都没啥反应。哎呀，这个咱们现在都在研究大 A 明天是不是涨呢？哎呀，研究大 A， 我觉得没什么可研究。这个有人在喊着要给你打赏呢，这个赶快给这个土拨鼠打个赏。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然后，反正我觉得这次的这个五飞大概这次的话，最大的成功就是这个快的给夹住，然后遗憾就是它的热防护现在还没有到位。到现在，我倒是觉得，就是说，目前这种情况来看，今年再进行一次星舰的发射是可能性真的还是挺大的，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嘛，2个半月了。所以，如果能够，如果顺利的话，我们今年年底可能能再做一次联合直播，然后好好的再把星舰的6飞给大家看一看。是，对。然后今年还有一个比较值得，我觉得。为什么炸了？就是最后它溅落了以后，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在炸？那个应该不属于爆炸，我觉得那个就是相当于它还有剩余的推进剂，相当于它的发动机还在继续燃烧，可能炸上应该还谈不到炸这一的。下一步星舰在测试什么？下一步，我觉得星舰几个事儿吧。第一个就是现在来看，五飞的这个热防护，看来飞船还要再努力，对吧？这是一块的事儿。另一个就是飞船的话，我觉得6飞的时候，飞船可能还不是首要目标还不是先落到地上，能够在地上着陆，还是首要先把热防护给做好。然后快的这边，超重这一边的话，肯定是进一步完善。以后的话，你放心。为什么我说这次快的回收？刚才有些朋友说啊，什么这个不稳，那个不稳，我觉得这不是很重要呢。就是以后会经过不断的这个飞行，它慢慢的会越做越好的，就是它肯定会做不停的调整。实际上，那个猎鹰9的火箭1级在回收的时候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早期的时候，比如开始是根本就落不到地上，后来落到地上，但是稳不住，马上又躺下来又炸了，然后慢慢能稳住，但是没有炸，但是支腿折了呀什么的，这些事儿都出现了。
所以是，星舰的这一块慢慢也会星舰的超重这一块慢慢也是向这么走。还有就是刚才谈到的，就是老范也谈到，明年又是地球和火星的一个发射窗口，那他可能要想真的说明年就发射星舰过去的话，那他要尽快把他这个太空在轨的推进剂加注这些要解决。还有就是我嗯，提到的，他现在呢，我得到的消息是他已经严重超重，基本上带不了什么载荷，那他要想办法把这个超重这个问题给解决。不过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实际上现在中国的民用火箭也都经历这个过程。你看的那些好多进行发射入轨成功啊什么的，实际上他们也都面临着一个超重，然后怎么样去克服超重的问题。这也是一个等于事物发展的必然过程，所以不用太担心。大概主要是这几块。是。那下一次是不是能把这个星舰飞船加住？下一次加星舰飞船还早一点，我还是说下一次先解决热防护吧。热防护我觉得现在是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星舰飞船能不能重复使用。你如果热防护解嗯决不好的话，加注了你也没法重复使用。嗯，这个其实我们看到星舰飞船最后降落的时候，姿态还是不错的，就是立的也很正。对对，但是我没理解，就是说他给我玩的觉得比较险，险在哪儿呢？就是他一直到最后1公里以下，他才完全把它拉起来。我没太理解他这个飞控策略为什么要在这么低的高度才把它拉起来。我理解的是他应该更高一点就把他的姿态立起来，然后靠火箭的推力慢慢的降下来。但他实际上他是，等于是已经高度非常低了以后才把它拉起来的。这个控制策略飞行姿态的控制策略为什么采取这种策略，我是没太想明白。嗯，是。有人问说，登陆火星后没有超重飞船怎么回来？那时候就不回来了呗。是这样，它即使要是想让超重回来，大家不要忘了，火星的这个重力只有地球表面的38%，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么算啊，我们知道这个星舰飞船的推进剂加注量是1200吨，按地面的引力来算啊，1200吨，如果嗯，再加上它自重和载荷的话，可能总共星舰飞船起飞的重量，在地球上发射的时候的起飞重量大概是1500吨。那这个东西到火星上的话，那你就1500吨要再乘以个38%，大概是多少？就我们算40%吧，就相当于星舰飞船在火星上起飞的时候，它的在火星上真正的那个重力只有600吨，对吧？1500吨乘以40%只有600吨。可是它飞船的6台发动机的这个推力可以到1500吨，所是。以如果要是考虑这个在火星上想把星舰飞船给它拉起来的话，星舰飞船的发动机的推力已经足够，其就是实这个意思。像原来在月球上，他们应该是在轨道上留了一截就真正飞回地球的那个燃料什么都在轨道上，就没有降到月球表面上去。去月球表面上那个实际上是很小的一个登陆舱，然后那里头也有很少一部分能够再飞起来。对，它是这个意思。那个阿波罗登月的时候，它是分成2部分，一个是阿波罗飞船，一个是登月舱。然后是，呢，飞到月球轨道上之后，阿波罗飞船和登月舱这个组合体呢，登月舱就和阿波罗飞船分离，然后登月舱降落到月球表面，而这个登月舱又分成了下降器和上升器这2部分。宇航员是坐在上升器里，把上升器和下降器组合体形成的登月舱降落到月球表面，完成任务之后，宇航员再回到上升器，然后抛弃登月舱的下降器，只有上升器离开月球，然后和在月球轨道上的阿波罗飞船对接，然后再抛弃刚才宇航员坐着上来的这个上升器，只有阿波罗飞船
飞回地球，它实际上是这么个过程。所以的话，如果要是说你想要去火星，然后再返回，也要分。假如我是去载人登火星，只是像当年登月球那样执行探测任务的时候，很可能也是我们留一个返回的星舰飞船绕着火星飞，然后这个派一个专门的火星着陆飞船去着陆火星表面。是，就看整个这个飞行的过程啊，就让你想起《三体》里的那句话，叫“只送脑子”。只送大脑，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他也是得到了一些阿波罗登月的启示吧。对，只不过就是说，对，大概是这样。你那边的画面很糊啊，这个糊成什么样子了？我这边的画面应该还可以。对，我这块好像是很糊，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画面我不知道为什么画面质量这么差？我看看我这儿720P 应该可以啊。是。反正今天的网络实在抱歉，今天跟大家得好好说一声抱歉。我今天这儿的网络好像实在是有点问题，我再好好的调整一下吧。你是在这个郫县？是，而且我今天是跟你还是专门连了一个，从我的路由器直接连了一根超7类线，我都不是用的宽带网，我都不是用 WiFi， 我直接连了一根超7类线到我的路由器上。但是可能是哪儿还有点问题吧，我到时候再查查。是，那我这儿就是直接 WiFi。对，我觉得可能新加坡的房子比较好，所以它用料比较瓷实。我的路由器在客厅，现在呢我是坐在书房里，那个信号，书房里和客厅就一墙之隔，那信号就差好多。是，反正你网络好像从来没好过，这不能乱讲啊。吃饭要跟吃饭似的，对，这个就是我本来周日都会有这个吃药直播，结果今天呢正好是发星舰5飞，所以我就这个发完了以后把药盒处理掉。习惯了，上次4飞鼠哥的直播也很卡，对。你的这个网络实在是被人吐槽很多。我到时候再想办法好好解决一下。不过我一直没发现造成的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对，但是今天麦克风出了。今天怎么了？你到时候没有？你到时候告诉我推荐一些测试软件给我吧。然后我今天没有想到的是，我的麦克风竟然也出问题，这个是有点太奇怪了，因为以前从来没出过这个麦克风的问题，今天怎么也出了？是。我觉得麦克风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学我去买大疆麦克吧。大疆麦克是这样，效果好极了。我本来是要用大疆的麦克，我跟你讲，我跟你说过嘛，就是我不是去了趟乌兰布统啊，那个有的我的观众可能知道，就我去了趟乌兰布统，然后去乌兰布统是和我那个朋友一块去的，他就是做大疆的代理。结果我那个朋友去了之后的话，我突发心梗，后来我等于连夜晚上12点，当时那个乌兰布统那块大家可能不知道，就周围100-200公里根本就没有像样的医院。然后我那朋友的心梗可能还不算太厉害，他晚上12点跟我说，你能不能带我看病去？我说可以，没问题。我们当时开的是他的车，然后我就说可以，没问题。我就说，但是你觉得去哪儿看病？周围肯定不行。我说我现在就咱们往北京跑，然后你看你的身体状况，如果要是你稍微行的话，感觉还可以，我就一直给你杀到北京，在你们家旁边，就同仁医院。亦庄有个院区，亦庄院区嘛，就去那儿。
最后他还行，就挺过来了。我等于就是700公里，大概开了一夜，相当于杀回北京。本来说是乌兰布统玩回来之后，然后他就给我拿他的那个，给我从他们公司拿过来大姐们。后来嗯这个事儿出了之后，然后送到同仁医院，当场就被大夫给摁在那儿装了一个支架，然后住院了几啊，天，又装了一个支架。对啊，现在支架都是微创手术嘛，当场就给装了。嗯，好吧，然后这个，这个也然后对，住了几天院，又装了一个。我今天上午刚刚跟他联系，我问他你最近怎么样？他说28号还要再装一个支架。好吧，你这个是然后我说，真的玩命去了，对，我这次是，你不知道，我这次大概有10几个超速，这一路上。好吧，反正是别人的车，别人的牌子对，没事儿，没事儿。然后拿着医院诊断证明去办去了。就拿啊，着医院诊断证明办了，我有10几个超速，就当时也真把我吓坏了，一晚上没睡觉，因为我从乌兰布统那草原上开了大概200多公里才开上高速公路。这么一个啊，事儿。不过好在是朋友没事儿，这个实际上是最让人感觉对，人没事儿就行，你要真玩命玩出三长两短，这事儿就可惜了。对，人对，没事儿，这个是让我觉得那个最爽的一件事儿。不过他以是后酒也喝不了了，烟也抽不了了，这个他自己比较是，悲伤。嗯，对，有人在告诉你说你应该换一个好的路由器，带 QoS 的这个，其实应该不用。你像我家里路由器就，我觉得还是你的出口带宽不够。我到时候换个你路由像我现在器试试。是已经把我的这个路由器，最高出口带宽，我这儿应该是1000兆对，的出口。我换个路由器试试吧。我的路由器也的确比较旧了，然后正好有人可能要从坡县回趟国，我让他到国内给我买一个好点的路由器。嗯，路由器应该差不太多，价格两边。我建议行，你买我这款路由器，就是这个 ROG 的路由器啊，我这个是 RT 什么88，我忘了那个整个型号叫什么了。一个路由行，器1000多，你到时候把型号发给我，我是到时候看一下，因为我也不太清楚。实际上我对这种科技，我实际上不是特别熟悉。嗯是，对。整个怎么样？今天感觉看这个星舰五飞，感觉还是挺让人非常兴奋，兴奋的。非常兴奋，特别是在筷子把它夹住这一瞬间，哇，简直是，就是它下来的时候，你看到筷子，你就觉得今天要有大事儿发生。对对，实际上我都没看到快的，我看它整个飞行姿态比较稳，我就觉得差不离应该是要用筷子去收了。是，就这个趋势，实际上基本上都是能看出来。它是，如果要是比方说飞行姿态也不是特别稳，那就大概率这个没法用筷子收了。但是看到它比较稳，所以我就知道基本上应该是用筷子来收，应该没问题了。我觉得就跟那个什么，咱们很多高速公路，就是从山上下来以后，那高速公路旁边有一个那个石头堆，说你如果刹不嗯，住车，就请冲石堆或者冲那个对对对沙坡，就跟那对个感觉一样。如果比较对稳，你就是在筷子上落下；如果不稳，扔海里。对，你是这意思，看它那个发射场就旁边是这意思。就是海嘛，对对呀，就在海滩上，它那发射场。对。所以哎，我问你个问题，那个是像它这种，原来我们都讲说不要在海滩上建立房子，因为呢不稳当，底下是沙子嘛。那么像它这种在嗯，海滩上盖发射场，是不是就需要做很多的这种，比如打深桩啊，或者做这样的事情？那肯定的，这些都是，而且海沙有腐蚀性啊什么的，你用的材料都要这种耐腐蚀的，要不然海沙的这嗯，个腐蚀性是很强的。
你就比方说一般的像铝合金这类的东西，我看到的大概也就半年、1年的时间，普通的那些铝合金，就我们有很多接插件是铝合金的嘛，都碎成了那种白色的粉末。所以这啊个防延误，我们叫防延误措施是要非常非常的特别处理的。 ，OK。有人问说怎么定位那么准的？用 GPS 吗？我不知道它指的定位是指什么？是指星舰的超重和这个发射塔我估计这个定位？操纵拿筷子夹这过程吧。如果这个过程的话，不光是 GPS 了，包括这个超重里面也有灌组，就是说有这个IMU，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些辅助，包括雷达，我估计都会上。就是说，等于有好多种这个定位措施，包括这个视觉激光雷达，包括这个电磁波的雷达，包括这个灌组，这些设备肯定都上。你们家扫地机器人都能上的东西，你说它这个，嗯，你说它这是个星舰飞船星舰超重还不上吗？对，是，对。还有人说全光只是解决局域网，如果出口带宽不够，后台上传程序多，也是没用的。QoS 主要是解决 QoS 就是分配，就是各个端口的那个带宽分配。对，我这个应该是个500兆的网，嗯，我这个。所以为什么会这样，我还真有点儿。现在好是，像我的画面好一点啊，没那么糊现在了。好一点了，好一点了。对，好一对，点。我这儿是那个什么，就是你想我们开始直播的时候，大概在前半个小时，我这儿后台还有一个4K 视频上传呢。然后等我这上传完了以后，这个后边是没有人跟咱们抢带宽，但是我这带宽应该是从我这儿出去的带宽，跟你那边是没关系的。对，没事儿，我这儿可能还是有什么问题，今天应该肯定是哪儿没有弄好，绝对是是这样的。是是，包括这麦克风竟然都会出问题，嗯，麦克让我感到风还是比较这个。整一下，对。然后10月18号应该是 iOS 18.1出来，然后大家就可以用 Apple Intelligence 了。嗯，就是 iOS 我现在18是上面还用不了18.01。，iOS 然后到 iOS 18.1就可以，然后估计你的那个笔记本发布会应该也是那个时候了，就是10月10月份肯定是18号。苹果还有一场，应该差不多，就是10月份肯定还有一场发布会，然后发布会完了以后，就是新的 M4笔记本、M4的 Mac Mini，就这些东西都上来了，还有现在比较确定的是 iPad Mini，iPad Mini 也会上来。哦，那好啊，我就还是看我的笔记本吧。我现在对，就是我这个本子做起来处理视频，实在是让我有点对，也受不了。有可能是你笔记本算力的问题。对，对，就是有可能。你看我这 M2 我现在 Max 32G 内存跑这个一点问题没有，跑得很爽。我这是个i7，对，有人我这想买这个新的 Mac Mini，对，新的 Mac Mini 据说很小，就是跟那个 Apple TV 那么大个儿。你想那么大的一个家伙事儿，你接在电视上，你在上头再装点游戏什么的，那爽死了。好啊。是颇信，这是在讲什么呢？你打到屏幕上。啊，这儿呢，说国外都是上下传对等啊，这个还真不一定，我这儿好因为像就不是。国内很多是上传少，下传大。对，我看现在国内是。都是在什么今日头条啊，什么微博呀，都在发星舰发射成功。对，有一个软件叫 Speed Test，对，就是这个名字 Speed Test，就是你在手机上装完了以后的话，它连上 WiFi，你可以测试。稍等，我记下来了。Speed test。就是 Speed Test，对。
然后看看路由器啊或者什么有没有发热的。嗯，行，星链，哎，你那儿能挂星链不？我没试过，应该可以。就新加坡是有的是吧？对，新加坡应该是有的，到时候我去咨询一下。是这个，我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对吧？然后还需要吃营养神经，然后需要吃鱼油，需要吃维生素，大概就是这么多东西。猛禽发动机还会进化到 V4吗？这个未来一定会有的。对，它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你想提高推力，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提高燃烧温度，然后提高燃烧室的压力，但这取决于嗯材料科学，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改进。实际上最根本的就是嗯提高温度，提高压力，就可以让它的嗯推力更大，更省燃料。嗯，是。OK，我看看大家如果没有什么别的问题的话，咱们也差不太多了，对，2个半小时。2个半小时了，咱们今天就先到这里，然后我们也期待马斯克再飞，对，希望今年我们能够再和老范一起再转播咱们再来《星舰》的六飞，聊这个六飞。看看六飞能有什么特别让咱们激动的这个事儿。我觉是得是是，四飞、五飞这2次都是能够让咱们有很多激动的。四飞完特别是这个成的那个 快的 landing 加 run 速真的是太帅了。是啊嗯是啊嗯，好，那我们先到这里，，OK，再见。谢谢大家的看，拜拜。